俗话说啊，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很多人知道基金应该怎么买，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卖出。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基金投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基金的卖出，也就是止盈。哇，这个我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因为我感觉每次拿在手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卖出比较合适一些。那你就告诉一下我，什么时候卖出会比较合适呢？关于基金的卖出操作有很多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今天我来介绍3种最常用的止盈方式。第一种按照收益率来止盈；第二种根据基金的估值来止盈；第三个就是不卖出，长期持有，在低估的时候买入指数基金长期持有，依靠基金的分红来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先说一下第一种，什么是依据收益率来止盈？按照收益率来止盈这种思路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你在买某一只基金的时候设定这只基金的卖出目标，当这只基金的收益率达到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卖出了。比如说我们定投沪深300指数基金 ETF 然后这只基金的收益率如果达到 20%， 那么我们就把它卖掉清仓，这就完成了我们这只基金的投资过程了。那一般这个收益率要怎么去确定呢？当我们设置这个止盈收益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呀？确实在设定这个收益率的时候有2个要点要注意一下。第一，不能太频繁的止盈，因为指数基金如果在短期内卖出，它的赎回费是比较高的。买入之后7天之内卖出，赎回费是 1.5%， 这是非常高的，它会吃掉你大部分的收益。所以第一个注意点就是不能太频繁止盈，至少要超过7天。那第二个止盈的收益率不能设置的太低，比如说我刚才说 20%， 那可能就是有点低了，因为如果你刚好遇到牛市，有可能收益率会超过 100%。 当我们在 20% 就卖掉了，你肯定会后悔非常不甘心的。那设定多少会比较合适一点呢？最常用的就是 30% 就可以止盈了。为什么是 30%？这个数字是来自可转债市场的经验。我们知道可转债它就是债券的一种，但是它比债券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到期之前可以按照某个价格转换成对应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可转债里面有一个强制赎回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价格高于 130%， 上市公司就有权按照约定的价格赎回全部的可转债。一般来说可转债发行时的面值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你100块钱买入了可转债，如果涨了 30%， 到了130块钱，那你就应该把它卖掉，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公司强制赎回的。所以说这个 30% 的收益率止盈的策略就是来自于可转债市场的。那这是可转债用在基金上面可行吗？可转债虽然是债券，但是它投资的收益和风险跟很多指数基金都是比较类似的，所以把 30% 的收益率作为止盈的策略这其实是可以行得通的。而且大概在2到3年的时间内，你大概就能遇到一次 30% 的收益率止盈的机会的。那这种止盈方式在操作上有什么缺点吗？确实是有缺点的。第一个，它不同投资者开始投资的阶段可能不一样，有的是在熊市很低估的时候就开始投资，但有些人可能是涨了一大波之后才开始投资，这就会出现有些人已经止盈了，但有些人才开始投资。所以这种止盈只能根据自己的收益情况来判断。就是不够客观。第二个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如果你刚好遇到牛市，那么你可能就会错失掉牛市后期更高的涨幅，因为牛市的涨幅可能会超过 50%甚至 100%。 第三这个止盈策略比较适合波动比较大的品种，因为只需赚 30% 就止盈，那对短期内波动比较大的品种就更容易触发止盈的条件。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的中证500指数基金这种止盈策略就比较适合。那听下来感觉好像这个策略会比较更主观一些，不够客观哈。
那继续来说说下一种方法吧。按照说的估值止盈，这种方式又怎么去操作呢？我们在投资指数基金的时候啊，估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指数基金的价格大幅低于它内在的价值，也就是说进入到我们说的低估期，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加大投资的力度。那反过来说如果它的价格大幅的高于内在的价值，也就是说进入到高估区域，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把它卖掉。这种方法它投资周期就可能要比按30%收益率止盈的策略要更加长一些，因为只有到大牛市的中后期才会进入到高估区域，而大牛市我们知道它是很难遇到的，通常7到10年才能遇到一次大牛市，所以如果你按照这种投资方式止盈，需要一定的耐心。那听下来感觉好像估值止盈会更好一些那它有什么优缺点第一个就是在牛市它收益率会更高一些，因为通常说从低估区域到正常估值再到高估区域，每个区域之间都有30%到40%的涨幅，那到了进入高估区域，那已经是到大牛市的中后期了，所以它收益率会更高一些。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牛市那么长时间才来一次，如果牛市没来，那岂不是长时间都不赚钱？我好像还听说过有个什么叫梯度止盈这又是啥呀？梯度止盈这其实就是按照估值止盈的一种优化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上一节课说到了，定投不一定要采取定期定额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定期不定额的方法，也就是说进入到低估区，那就买的越多。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卖出的时候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它就叫梯度止盈。也就是说进入高估区域之后我们把手里的基金拆成很多份，估值越高，卖出的比例就越高，这就是梯度止盈了。比如说一只基金在20倍市盈率的时候进入到高估区域，我们卖出10%，那下个月如果到了24倍的市盈率，这时候我们就卖出14.4%。那按照这种分批卖出的好处就是防止你在牛市的初期就把所有的基金全卖完了。不过当然它存在一个风险，就有可能牛市结束了，你也还没卖掉。听起来是有一定的收益，但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第三种不止盈又是什么操作？就是买了一直拿着不要动是吗？不止盈就是买入低估的指数基金后长期持有，以分红的方式获取稳定的现金流。这种方式被股神巴菲特和指数基金之父约翰伯格都提倡过。因为我们知道在投资指数基金过程中有2种收益，第一种叫资本利得收益，也就是说基金的净值它会上涨，那第二种就是分红收益。即使我们的基金净值长期上涨，但是如果不卖出这部分收益短期内都不会兑现。但是我们知道基金每年它都会分红，那就靠分红来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听起来还不错，可是这种方式适合所有的指数基金吗？不是的，每一种方法它都有特定的基金，这种方法它就只适合股息率比较高、分红比较多的指数基金，比如说红利类策略加权指数基金，例如中证红利红利机会等等这种指数基金。而且你要注意一点，长期的分红收益与初始时买入的股息率关系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刚开始投资这只指数基金股息率就 5%， 那么投入100万，第一年分红就5万块钱，之后每年分红都会越来越多，到了20年分红就能达到48万，那么20年累计的分红就可以达到360万。如果你刚开始投资这只基金的时候股息率只有 2%， 那么第一年分红只有2万，第20年分红约19万，20年总共的分红加起来才144万，差距就非常大的。那听了这3种止盈方法感觉好像还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了。其实影响指数基金收益的最大3个因素就是估值变化、盈利增长和分红积累。那这3种止盈方式其实就对应的这3个不同的因素，只是侧重点不同一样。那我来再分析一下吧。第一种止盈方式按照收益率来止盈，
它通常适合暴涨暴跌的品种。这一类品种一般周期性都比较强，估值变化非常大，但是它自身的盈利和分红通常都不高，所以定投这种波动性大、周期性强、估值变化剧烈的品种，就按收益率来止盈会更好。什么样的是属于这种暴涨暴跌的这种品种啊？比如说证券类能源类周期性比较强的行业就可以用。这样子。那第二种止盈方式它按照估值来止盈，高估的时候卖出。使用这种止盈方式投资者他需要长时间持有指数基金，通常在一轮牛熊周期里面，他都必须长期持有。如果指数基金自身的盈利增长很高，那么叠加后牛市估值后期带来的总收益会非常惊人。什么行业适合这种比如说一些优秀的行业指数基金，消费类的、医药类通常7到10年才能止盈一次。那第三种止盈方式它就是不止盈，长期持有拿分红。只要买入的时候基金的股息率比较高，长期来看指数基金提供的分红现金流也会比较稳定的。那代表的就是股息率高的红利类指数基金了。所以说今天学的这个止盈知识，它适应的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清晰的哈。那你来做一下总结吧。好的，那我就来总结一下吧。第一根据基金的特征来选择合适的止盈方式。第二，根据收益率来止盈，它适合波动大的周期性品种，比如说证券类，还有能源。第三，按照估值来止盈它适合优质的成长类基金，通常7到10年持有，比如说医药类和消费类的。第四不止盈策略它就适合高分红稳定的基金，比如说像中证红利500这种带有红利字眼的这种基金。是的。最后选择止盈方式根据自己的投资期限和资金需求来做决定。因为我们讲了有什么2到3年的，也有7到10年的这种，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计划来匹配适合自己的这个止盈方式。今天听了这3个止盈方式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那如果你觉得对你也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自己的止盈经验。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建平，我是安拉，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拜拜。